我是虚 YouTuber 鲁罗罗。这次要带来的是《哈利波特魔法觉醒》中史内普回响的普攻玩法卡组分享与相关的打法观念。以罗罗目前的游玩心得来说，史内普普攻流的上手难度会比贝拉回响、海格回响的难度再稍微高一点，但只要熟悉卡组的运用观念后，主要熟练的就是面对不同的对手丢出适当的解牌，才能够顺利的拿到每一场胜利。稍后影片除了相关的卡组搭配，也会带来应对妙丽法术流、贝拉生物流、自闭龟壳流的打法。虽然每个人的卡牌阵容都不太一样，但初期还是得先抄个作业才知道怎么微调哦。那影片开始前，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罗罗的频道的话，记得先订阅一下哦。这里所使用的回响是史内普。史内普回响的特色是每进行一次普攻，会让下一次普攻变成弹射的斯坦三步杀，但比起卡牌的斯坦三步杀可以弹射3次，回响的三步杀是只能弹射2次。金色的史内普回响还会增加玩家的普攻伤害 30%， 因此若是可以的话，也能够尽量多到竞技森林去碰碰运气，能够有金色史内普回响是最好的。也由于史内普回响的输出特色就是透过普攻，因此在打法上也要敢打一点，不要太过于常常躲在场后。胆大心细就是玩这套牌组的主要心法。时光器是史内普普攻流最核心的一张咒语卡，透过分身可以快速叠加伙伴凯文的被动，也可以利用分身快速清理对方的召唤卡。若是在对方没有费用的时候，可以骚扰对方，更甚至若是敌人躲到内场最里面或是偏后面的位置喘口气时，还能够将分身放在敌方内场最边缘来个直捣黄龙或是夹攻。就连敌人躲在雾影中时，也可以直接放分身在雾里面，直接给他来个 surprise。而这张卡也是洛洛觉得若能用得好，就会是玩好史内普回响的关键。再来符咒回转也算是这套牌组比较灵活的结场卡，可以对应各种情况来复制咒语卡。除了可以搭配时光器双分身打出可观的伤害，也可以选择复制斯坦三步杀或是速速前补足伤害，而且符咒倒转在搭配妙丽伙伴时也有很多战术变化。再来说说这套卡组用来打骚扰的召唤卡。洛洛习惯用4费的黑魔猫特有的分裂效果骚扰对方，再来会用3费的怪兽书咬对方的后排单位，像是画家落地、人马、8眼蜘蛛巢穴或是玻璃兽这类单位就可以用怪兽书咬掉。另外假如对手躲到雾影里，也可以打出怪兽书进入雾里让它现形。另外洛洛也会推荐5费的暴角怪针对对方巫师打伤害，暴角怪除了体质好以外，冲刺攻击造成的范围伤害也是不错的。洛洛推荐大家在使用暴角怪时，可以先将暴角怪往后摆，这样能够让它的蓄力伤害最大化。再来说说这套回响推荐会带的金探子，不选择玻璃兽的原因是金探子除了会恢复魔力以外，也会恢复移动卡。因为普攻流在使用时光器时，时常会用到移动调整分身位置，在清理对方召唤物时，也是需要往后拉到自己的后场，才能够避免受到对方巫师多余的消耗。因此移动卡对于普攻流也是非常重要的哦。咒语卡的部分，若是玩史内普牌组，当然要选择斯坦三步杀这张卡咯，而且这套咒语也是史内普所亲自研发的呢。魔法史会考哦，还不笔记。会选择三步杀，主要是补足这套对于对方站在后场的伤害。就算他放了召唤物在前方，也可以透过多次弹射的伤害，快速打掉对方伙伴或是玻璃兽，在消耗跟换血能够带来一定的优势。再来，为了避免有普攻打不到人的情况出现，或是敌人躲在后面不敢往前，就可以利用速速前将对方拉到中场，算是这套牌组主要的输出方式。同时这张咒语卡的伤害也不差，用来当最后残血时的收割也很不错。在使用这张牌时，也要特别注意释放时机或是预判走位的技巧。洛洛建议还没玩过这套牌组的肉肉，在释放速速前的时候，尽量选择对方走位到定点的时候再释放，命中率会提高很多哦。再来也推荐万用控场咒语卡充气咒给他带上，在攻击或防守时都好用的一张牌。剩下的就可以看个人需求，像是喜欢打球的也可以把伯格带上。伙伴卡的部分，洛洛的第一位伙伴会选择凯文。普攻流最重要的就是凯文的层数，因为凯文被动会增加普攻伤害，只要叠满24层，后面的普攻伤害增加就会是维持整场的 buff。不过洛洛推荐不要一开场就放出凯文，要先观察一下对方是法术流还是召唤流，同时也避免对方一看到凯文就针对凯文伤害。若是凯文一下就被打死，被动层数没有叠起来，这场决斗就要有心理准备，会打得很辛苦。假如是召唤流，可以将对方的召唤物拉到我方主场，再利用普攻叠加凯文被动。假如是法术流，则可以在对方使用完法术卡后，配合速速前时光器来堆叠层数。第二位伙伴则可以选择妙丽增加场面优势。
使用妙丽时，建议手上至少要有时光器、速速钱，在对方法力值用完后，可以用妙丽释放时光器，打出一波高伤害。在第二轮复制 CD 好时，可以用速速钱拉近对方，配合召唤卡多打一点伤害。不过也是可以放卡珊卓拉，将卡姐放在场中央，再透过速速钱将敌人拉到场中央给卡姐电，同时搭配充气咒或是其他控制技将敌人控到不行，做第二波的速攻或是清除大量的召唤物。第三位伙伴则是看个人决定，洛洛是选择瓜拉，利用高伤害以及肉盾体质做最后收尾时的压制。史内普这套牌组的打法观念主要来自于凯文普攻伤害的叠加，再搭配咒语卡制造能够普攻到对方的机会。召唤卡主要用来骚扰对方，逼迫对方使用咒语卡处理我们的召唤物，若是不处理就是被召唤物白嫖血量。另外要注意的是，假如打到召唤流或是同流派，要尽量把主场控制在我方中场，并且趁机多堆叠凯文的被动层数，一边利用时光器骚扰对方为主。接下来进入实战解说环节，首先是应对妙丽烟火闪电流的打法，我们先召唤出金探子，顺便看对面流派。这边发现对方是妙丽流派，对方使用冲冲攻消耗我方金探子血量，接着他要用雾雾影躲起来囤积费用，于是洛洛一边召唤凯文，一边用速速钱把他给拉出来，再加紧使用时光器召唤分身，在对方等待费用时消耗跟夹攻对方，而后对方使用禁锢咒加上卫斯理烟火打了一波伤害，顺便清掉凯文。这时对方是没有费用的时机，我们利用符咒倒转，继续利用分身消耗，看到玻璃兽出来使出斯坦三步杀同步消耗，而后对手打出闪电风暴，我们也可以一边丢出怪兽书过去骚扰，刚好也让躲在雾里的他现形，而后看到妙丽的冷却快好了，一边打出金探子抓一波费用，并等待妙丽的冷却。这边对方也差不多会想打一波了，集中精神抓准时机提前走位，离开烟火的中心点，躲掉致命的最后一段伤害。接下来就是洛洛的反击时间了，提前打出爆脚怪让他助跑，增加晕眩伤害，顺便观察对方会不会用剩余的费用解场。看到对方打玻璃兽绿牌的瞬间打出妙丽，并且让他复制时光器，两个分身持续追打对方。在妙丽复制冷却好时，对方用艾维解掉了我们的妙丽，但没有关系，此时对方的状态已经被我们打到很差了，对方的手牌也被我们摸清了。按照前面的解牌方式以及配合召唤兽和瓜拉收下这场比赛。接下来是贝拉生物流的应对，开场一样先观察对方流派，因为起手没抽到金探子，可以跳费选择使用黑魔猫挡住对方的召唤物伤害，同时避免让对方跌到贝拉回响的层数。第一波攻势瓦解后，打出凯文吃下对方气象咒的伤害，并且利用普攻打掉对方的弗雷兄弟，之后利用时光器清理剩下的黑魔猫，发现对方此时没费用，而我们有费用优势，就可以用速速钱消耗他血量，并且向前站位配合分身再消耗血量。发现对方贝拉层数快叠满，洛洛这边先提前做好一个准备，先打出黑魔猫，利用分裂效果吃掉对方食死人的咒咒虐伤害，只要食死人的咒咒虐挡下来，他就只能变成普攻小兵啦。之后再打出爆脚怪吃掉对方瓜拉的普攻，再利用妙丽召唤出多重分身跟他换血。这边洛洛也卡了一个细节，在我们使用速速钱的同时，也是为了让妙丽使用速速钱清理掉瓜拉，保住妙丽的同时还可以多发动一次三波杀，打出更多伤害。在这波攻势结束后，对方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，因此成功拿下比赛。接下来应对的是大家应该最讨厌遇到的妙丽自闭龟壳流，开局对手就打出雾雾影、凤凰和卡珊卓，并且躲在角落。由于洛洛一开始还在观察他有没有带卫斯理烟火，所以一直还没有放出凯文。后来观察他就是一个完整的自闭流，就是准备等时间到跟你玩耗血的。因此我们的重点就是一边储存费用跟消耗，一边尽快找出破盾的瞬间，再将敌人透过速速钱拉出来，搭配一连串的攻势快速消耗其血量，在费用快满时丢个爆脚兽过去，同时在盾快破、爆脚兽快抵达敌人位置时丢出充气咒，避免敌人释放任何法术。这时候也先不要急，虽然对方一直使用恢复类卡牌维持自己的满血状态，但由于敌人没有带什么输出类的牌，因此我们的血量也很安全。玩普攻流的重点就有点像顺应局势，敌快我快，敌慢我慢，只要敌人有破绽，那就是我们的输出时机。同时我们又可以像西索一样变换莫测。你永远猜不到我的分身想放在什么位置。而后是时候的我们也放出凯文迪被动，并一边清场上无害的召唤物跟骚扰。后面对方又叫出哈利，又多了一个盾，虽然看了很烦，但也一样要保持心情平稳，吸吸吐，吸吸吐，一样维持我们的步调，持续找破口。慢慢的我们的被动也逐渐叠满，同时我们的分身也可以越召唤越多。这时候敌人的护盾也渐渐开始扛不住分身加召唤物多的攻势，逐渐开始跟不上建好护盾的节奏。
在护盾快破的同时，我们也用速速钳让妙丽复制也使用速速钳把敌人给拉出来，一边趁破盾的空档尽快用充气咒尽量控住他，而后也可以在召唤物抵达敌人的护盾前使出充气咒，避免卡姐的攻击太快把召唤物打死，让召唤物可以尽快破盾。就靠着这样的循环，最后在魔力加速的时间中，我们也就能击败对手。以上就是关于史内普回响的卡组分享以及应对一些流派的实战解说。只要掌握史内普回响的关键，操作手法也不难，比较多的是普攻距离的掌握以及换血的节奏。最主要的重点就是利用召唤卡制造对方费用的空窗期，利用伙伴卡妙丽多打一点伤害，最后在对方移动卡数量不足时，多利用时光器、爆脚怪、刮拉结束比赛。另外，新手也需要练习的就是放咒语卡的预判跟准度。洛洛在一开始玩的时候，常常会速速钳跟斯坦三步杀可能会不小心放空招，若是不小心放空招的话，就亏了费用咯。提供以上心得给大家参考，后续洛洛也会再制作相关的影片内容。若是影片有帮助到你的话，不要忘记帮洛洛点击喜欢让我知道。那有其他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，洛洛都会一回复。觉得影片内容时候也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。目前洛洛也有专属 Discord 群组，也会在下方影片描述栏，欢迎加入和大家一起讨论游戏技巧。每周一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。我是轩YouTuber露洛洛，我们下次见喽。